今天我要用马铃薯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曾经看过一部影片，那部影片大概是说有一群人在海上作战，他们都囤了很多的马铃薯还有罐头在船上。因为呢，马铃薯吃起来有饱足感，所以有人呢说马铃薯是淀粉的模范生，因为呢含有抗性淀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马铃薯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马铃薯，我习惯先把马铃薯身上的泥沙先搓洗干净，这样子待会削皮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脏。好，可以了，拿去削皮。现在洗干净，可以来削了。你们看马铃薯块茎的这边黑黑的，主要因为是储藏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氧气，温度过高啊，或是过低等等的问题，导致块茎呼吸作用受阻，致使块茎中央的细胞缺氧坏死而形成，主要也是影响口感而已。还有视觉上的感受，对人体是没有毒性的，所以把它削掉，深一点，削多几层就可以了。把马铃薯切薄片，这样子平整之后，可以把它躺下来，继续切，比较稳。切到后面深一点的时候，反面。这样子切，手扶着也会比较稳。刚切马铃薯切到一半，去领个包裹回来，马铃薯就有一点变黑变黄了。所以呢，切马铃薯要一气呵成哦，然后赶快就泡进盐水里面。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把它切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马铃薯放入大的调理碗里面，放上1匙的盐巴，倒入过滤水，把盐巴拌匀，泡在盐水里面。准备2朵鲜香菇，用小刷子一面冲水，一面刷香菇的角，因为香菇的角有很多的木屑，赶快冲洗就可以关了，免得影响菇的风味。第2朵也是一样，用流水的方式，这样子把这个木屑冲洗干净。如果你要干刷也是可以的，但我觉得这样流水刷是比较干净一点。2种方式你们都可以试试看。刷洗干净了之后，就用卫生纸把它擦干。赶快用厨房卫生纸把这个香菇擦干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菇的风味。把香菇的角先切下来，香菇角的部分切片，然后再把它切成细细的条状。把香菇切片，因为香菇的肉很厚，所以呢，再来把它切成细细的条状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颗的红甜椒。直接用手把红甜椒的蒂头、膜和种子去掉。这是在好事多买的，我发现好事多卖的这个红甜椒、黄甜椒，比起菜市场啊或是全联都很便宜。这次做的家常菜为了美观，可以把头尾先切平。那这个切下来的可以拿来炒饭，或是做纯素沙拉。之前我有分享一个南瓜纯素沙拉，大家可以去参考那部影片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把它切成条状，一样也是细细的条状。这里可以切掉一些，不要。这白白的膜，再继续。
把红甜椒放入盘中，把黄甜椒切一半，用半颗就好。黄甜椒的蒂头膜也是去掉。黄甜椒也是为了美观，把头尾切齐。这里切成细细的条状，白色的地方也是去掉，不要。把黄甜椒放入盘中，小黄瓜用一半就可以了。小黄瓜蒂头切掉后，这里对半切，再来对半切。把小黄瓜切片，没有小黄瓜的话，可以用青椒代替。小黄瓜是我们家的常备食材，所以一定会有。接下来把小黄瓜摆整齐，切成条状。也是像这样子细细的条状。把小黄瓜放入盘中。很多人问我这个越南春卷皮在哪里买，其实它很容易买，很好买，它在那个越南店就可以找得到。它是长这样子一片一片的。因为呢，我放在冰箱被压到，上面有东西压，所以大家要保存的好一点，就是上面不要重压。如果重压的话，就会像我一样，有些会破掉、裂掉。所以，因为它很脆弱，所以不可以重压它。那这个是到越南店就可以买得到了。越南春卷皮呢，它是全素的，它的成分有玉米粉、小麦粉、素薯粉，很简单的一个食材。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食用，是素食的。料都备齐了，现在把马铃薯沥干水分，可以直接倒过来。锅内放入1汤匙的油，油热了，现在放入马铃薯，快速翻炒，把马铃薯稍微炒软。我觉得很神奇耶！你们看这马铃薯白白的，刚刚去领包裹，有点变黑，然后泡过盐水之后，它又变白了。所以呢，大家记得泡盐水，这样子可以防止马铃薯氧化变黑。炒到马铃薯变透明，现在可以放入红甜椒、黄甜椒，还有小黄瓜。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今天的料没有很多，1茶匙的酱油就可以了。酱油放下来，先快速的翻炒一下，不然酱油会被炒的，就是酱油在这里久了，它会变苦，所以要赶快炒一炒，给它均匀之后就不会变苦。2砂糖1茶匙，玫瑰盐1/4茶匙。虽然已经有放酱油了，但我还是会放一点玫瑰盐，让它提点味。咖喱粉可以适量的撒2-3下。现在快速翻炒，调味料炒均匀了，现在可以撒一点点的水，因为这样子有点水汽，可以让马铃薯比较软，但不要太多，会很湿。转中大火，把所有食材炒成味道融合，然后马铃薯也可以把它炒得更软。如果想吃脆口的马铃薯，就不要加水。现在感觉还有点湿气，所以呢，再把它炒更干一点。在起锅前可以来一点黑胡椒粒。我不会撒太多，因为怕小朋友不能接受。再继续翻炒，我炒到现在才发现我的香菇忘记放了，赶快放进来，继续翻炒。香菇放进来后，可以再加点水，差不多2汤匙。继续翻炒，这个水汽可以让香菇变软。
香菇炒软了，刚试了一下味道，需要再加一点点的盐巴。玫瑰盐再来1/4茶匙，快速翻炒。现在所有味道都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你们看那越南春卷皮很像什么呢？我觉得很像一个透明的塑胶片。那现在我们就准备一个水，然后把它沾湿，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很多人拿来包生菜。那因为我们小朋友不喜欢包生菜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马铃薯丝呢炒熟再放进来。其实也是可以的啦，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的口味，看要包生菜啊，或是包像我这样炒熟的马铃薯丝。把马铃薯丝放到春卷皮上，可以放多一些的料。现在把它卷起来。卷到中间剩下1/3的时候，左右往内对折，继续往前卷。你们看，这样就很漂亮了，有红、有绿、有黄。你们看这卷的话，它左右的就比较不透明，这里比较透明，因为呢，我很早的时候就左右对折往前卷，那这样子呢，就会呈现出它是不透明的，因为重叠了2、3层在这边，然后这里透明只有小部分，所以大家要到1/3处的时候才左右对折。我往前卷的话，它这里的有很大面积是透明的，再加上呢，那个料要多一点，这个料就比较少。所以这个是比较漂亮的。盘子不够大，所以就这样子绕圈圈的方式沾水，还呈现有点硬的状态，就要拿起来咯，不然会太软。它其实这样子，待会它还会再继续变软。你们看一下，还是有点硬度，等一下它就会慢慢变软了。看，开始几秒后它就有点软。开始越来越软了，这里也是软了。好，就不再动了，因为它已经变软了，可以来包。春卷做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有切一些小黄瓜，可以把它铺在这个盘子上。如果有美生菜的话，也可以用美生菜铺在底部。接下来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这个春卷，放3条，我总共做了5条。这是我上次做的素食海南鸡饭的辣椒，可以淋在上面。最后撒一点白芝麻点缀，再来一些黑芝麻。试吃时间，吃吃看，刚刚吃的馅料很够味。现在跟越南春卷皮一起吃吃看。QQ 的，很好吃，很清爽。因为呢，这个素食的辣椒酱，素食海南鸡饭的辣椒酱，它有荆棘的味道，酸酸甜甜的，所以要搭配这个辣椒酱一起吃比较好吃。这个素食海南鸡饭辣椒酱呢，大家可以到另外一部影片去参考看看。这样子吃又有 QQ 又有脆脆，很丰富的口感。大家如果喜欢这道料理呢，
可以试做看看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